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有一位会员朋友们，有一位会员朋友，想让我分析一下教你炒股票29课的一篇文章，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问题，所以说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给一个具体的回答。那么我们今天选取这篇文章呢，不是教你炒股票108课里面的，因为禅师啊，他在新浪博客上，或者说在天涯论坛上，他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今天这课是他在那个新浪博客上的一篇文章，看待当前资本市场必须具有的基本智慧。2007年6月18号，这篇文章一共有4部分，内容比较多，我只选取了2部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虚拟经济本质上是不可调控的，只能进行有效监管。虚拟经济是以股权制度设计，把未来财富以证券化等虚拟形式体现在现在的资产价格上。虚拟经济是以预期为变量，面向未来的，这与实体经济以过去的积累为依托有着本质区别。证券化的资产价格必然提前反映对经济的未来预期，而这个预期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由此构成了市场波动，对吧？这里清晰地告诉我们，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上下波动，因为它是对预期的一个体现，对吧？虚拟经济价格偏离现实的所谓合理价值是常态，对吧？好多人老说这个股票有泡沫了，那个股票涨得太多了。所谓涨就涨过头，跌就跌过头，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虚拟经济就是这样，这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对吧？美国这个虚拟经济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现在中国也慢慢的赶上来了。现在大家经常回国的话，都有非常深的体验。现在电子化的现在用全都是电子支付，对吧？现在已经很少人用钱来支付了。那么在欧洲，尤其在北欧的话，这个更普遍了。来过北欧的朋友可能有很深的体会。那么美国的话，那虚拟经济更发达了。所以说，涨就涨过头，跌就跌过头，这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用实体经济的老眼光来看新问题，只能是左右挨嘴巴，被市场戏弄，对吧？这就是实体经济和这个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区别。而站在虚拟经济的角度，无所谓涨跌过头，一切都反映着当下对未来的预期。任何一个人买入股票只是因为他预期要涨，卖出股票只是因为他预期要跌。预期的理由各色各样，但预期的本质是一样的。市场走势本质上是各种预期的合力构成。重复一遍，市场走势本质上是各种预期的合力构成。而一个所谓的调控，本质上只是让市场的预期发生改变，对吧？因为美国也有调控啊，美国市场也有调控，它加息减息就是调控，就是央行对这个整个经济有一个判断，它有一个预期，它进行一个调控。那么，肯定是你降息的话，那么市场中钱多了，那市场慢慢就泡沫就起来了呀，对吧？它那印钱是一个造泡沫的过程，就是降息。那加息呢，是破泡沫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个泡沫太大了，我先把它戳破了，那我就加息。所以说，这是央行的一个控制市场的一个手段，或者说它对现在当下经济的一个预期。本质上只是让市场的预期发生变化，但改变不了的还是这市场走势只是各种预期合力的本质，对吧？我一直说我们要关注合力，虽然说美联储这个合力也是合力的一部分，但是它这个分力的力量稍微的比其他的分力要大一些。这也为什么我们要多关注美国央行的一些利率的一个政策。其他国家的央行，比如说欧央行了，或中国一些央行呢，可能就不需要太去关注它，因为它对市场的这个影响不大。但是你如果说炒外币的话，炒外汇的话，可能要多关注日本央行的，因为那个日元在外汇市场的话，它的那个非常活跃，然后波动也非常大。如果说日本央行要出一个政策的话，你肯定要非常关注它，对吧？但是我们最终对我们小散户来讲，最终我们只需要关注合力就好了。什么是合力？对不对？市场的合力，市场的合力向上我们就做多，市场的合力向下我们就做空，或者说减仓，就这么简单。而人不是上帝，人的预期
从来都不可精确的划一的，不可能精确划一的。所有关于理性预期的假设都被市场情绪化的闹剧所打破。因此，一个以调控为主的资本市场，其中的调控者注定要在打压与救市之间疲于应付，对吧？这就是因为不像欧美市场都是以利率来调控，但是中国市场的话有好多政策面的。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过多的来说了。由于虚拟经济的不可调控，对吧？是不可调控的虚拟经济，你只能监管，就使得对规则的确认与维护成为虚拟经济监管中唯一可行的有效手段。这道理就如同一个裁判不可以去调控比赛的结果，但可以根据规则去维护比赛的进程一样简单。但这一点似乎并不是每一个应该明白的人都能真正明白。任何市场都不免有假货，但不能因为有部分的假货就对市场进行全面打击，而是要加大监管稽查，打击假货，增加优质股票的供给，这才是一个好的监管者该干的事情。好了，我们这是第3部分，我们看一下下一部分。第4部分是今天我想着重跟大家分享的资本化生存。给任何人提供了跨越式的发展，对吧？我们一个小散户，我们一个上班族，虽然说在欧美市场的话，我们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在国内的话，对吧？你想跨越式的发展，你一个小散户、小韭菜，你想跨越这个阶级也好，或跨越一个财富的话，那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资本化，为什么禅师说资本化生存给了任何人提供了跨越式的发展呢？对吧？我们在欧美的这些朋友可能更要学习这一点，或者说更要利用这一点，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看一下禅师怎么说的。在实体经济面，一个人要成功获得商业利益，必须精通各种社会关系，花大量的时间于其中折腾。而在资本化生存的虚拟经济中，给任何人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一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独立去战胜市场，这种可能性大为增加。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一个人是否成功，完全可以更多的依靠个人的修养与修为，而不用看任何人的面色，甚至与年龄、体力、性别都不再密切相关。说的真好啊！说的真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经常炒股的人或者长期投资的人都能够深切体会禅师这段话。你只要一个人，无论你的资金量有多大，你资金量能多过巴菲特吗？你能多过芒格吗？不能吧？起码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体量上，你这点小资金在市场里面，你进入到市场或者说进出，一点水花都不能够给市场带来。所以说，你如果说利用好你的资金，对吧？那么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折腾，你不需要精通各种社会关系，你即使是80、90岁，像巴菲特已经90多岁了，还在一线上，对不对？这无所谓啊。我虚拟化经济嘛，我只要有鼠标、有电脑就可以进行操作，就可以进行交易，没有人管，你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可以。也没有人规定必须都是男的才能交易，也不能没有人规定你有病了你就不能交易，对不对？所以说，虚拟化经济给了任何人的同样的一个机会。在资本化生存的虚拟经济中，世界更加平面了，任何人与成功与失败的距离都更加短了。一个所谓的成功者，完全可以在下一秒就变成失败者，对吧？我们已经见过很多股票。因为被做空也好，或者说因为一个什么事，很快就清零也好，或者说退市，很多这样的，对吧？像之前的瑞幸咖啡，因为它财务造假被人做空，然后把实证都列出来了，它不是很快就跌没了嘛？然后现在在粉单市场上交易，对不对？所以说在资本市场，任何人，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公司，它离成功与失败的距离都非常短了。任何级别的财富，在虚拟经济、资本市场中都不值得一提，而虚拟经济、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实，超越了所有旧理论。如何打破旧观念，
创造新观念，让理论为现实服务，而不是相反，则是市场发展留下的一个全新课题。对于个人来说，一个全新的机会，一个全新的社会，一切都将被全新定义。当然，这里有所谓的领跑者，但这些人与失败的距离，并不比任何一个所谓落后者与成功者的距离更远。而这个距离，由每个人的贪婪、恐惧与智慧相关。说的真好啊！短期看，你可能要学习基本面、技术面，这个面那个面，对吧？长期看，都是要你靠你个人的一个修养与修为，最终的还要看个人，对吧？最终去交易的还是你，还是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最终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多去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修为，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什么就是跨越式的发展呢？对不对？那么虚拟经济，我们在欧美市场的这些朋友，可以完全利用这种虚拟经济，达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或者说跨阶级的一个发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起码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对吧？你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对不对？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虚拟经济的一个力量，好好学禅论，好好提高自己。好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篇禅师的雄文吧，可以叫雄文。来看一下下一周。下一周，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周四1月9号，因为是卡特那个就之前那个总统的一个悼念日，那么1月9号美股是休市的，1月9号是休市的。那么下周的话，经济数据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最重要的是周五的非农数据，最重要的周五非农数据，周三有一个小非农数据，也是 ADP 数据，还有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也在周三，对吧？然后周二的话，有一个 JOLTS opening， 就是这个公开的这个职位跟那个就业市场相关的，这是我们需要关注。所以说就是周二、周三、周五，对吧？就是这个时间都是美东时间的美东时间这个时间，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数据比较多，再加上1月15号开始又到了各个公司的财报了，那么又是这么多的经济数据，市场波动肯定是会比较大的，我们需要打起精神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个一些标的，因为在这个因为在这个周末，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们分析了很多的个股了，我们今天就简单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标普，先看一下标普的这个大周期。大周期啊，现在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看一下这个顶分型应该是已经出现了，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价格。12月的最低点5832，1月的最低点5829，对吧？已经跌破了，已经跌破了。所以说，月线的顶分型现在已经有了。那么月线的顶分型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吧？它也是可以再往，因为1月份才开始交易嘛，它可以再往上延伸一些，看一下能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6099。如果说能够再次突破6099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中继的顶分型了，对吧？那么中继顶分型可以再打掉，然后再往上延伸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不能够被再次突破6099的话，那么这个顶分型就能构成，就看它能不能够延续出来月线的回撤一笔，对不对？现在因为月线上一直没有大的回撤呢，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比较多的3个月的连续回撤，那么之后都没有出现过超过3个月的回撤，这里是只是出现1个月的回撤，对吧？所以说，看这里能不能够延续出来一笔，这是在月线上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看一下次级别，那么次级别它还是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周线上回撤终于回撤一笔了。我们把这个周线上回撤这一笔给它画出来。周线上我们一直说没有一个有效的回撤，对这个下面这个中枢，从3941一个中枢，然后一个小 B 段，这是我们在模型里面，下面是大 A， 小 B， 然后一直没有一个有效的回撤，前面这里的回撤都不够比，在我们缠论里面，你要回撤够比的话，需要5根 K 线，对吧？它这里只有4根，或者说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只有3根，
那么不够一笔的回撤。那么就在最近，终于出现了有效的回撤，但这个回撤啊还是比较浅。我们看一下黄金分割，它连0.382都没到，离的还0.382还非常远，非常浅的一个回撤。然后现在呢，本周又这个收的 K 线呢，有点收成一个单 K 反转的一根 K 线。什么叫单 K 反转呢？应该在周五直播的时候好像提了一句，就是你要看这个 K 线收的是这种 K 线实体非常小，然后有长长的下影线，类似一个锤子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K 线的话，这种容易出现在顶或者是底。一般出现顶底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是容易出现反转的。那么现在有单 K 反转的迹象了。那么如果说本周已经收完了嘛，那么就看下一周能不能够给到出现一个底分型，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希望再次突破6099，再次突破6099之后，我们就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会出现三段。我们画一下，从这个起涨点就会出现三段。那么第三段，你想达到前面这一段的这个涨幅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就很容易背驰。说的意思就是说，出现三段之后就可以比较背驰了。那么一旦背驰的话，就会再回来，在这里做中枢。那么下面这是大 A，然后在这里做大 B， 对吧？做完大 B 之后，看他们能够再打一个 C 段离开。所以说之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就看这段，首先能不能够结束。6099到5829能不能够结束？只有它结束了才能反转。现在只是有这个迹象，对吧？因为你想要出现反转的话，任何反转都要有顶和底，任何的反转都要有顶分型，都要有底分型，对吧？任何的反转都有。那么在这里也不例外，现在连底分型都没有出现，只是有这么一个雏形。那么我们需要关注一下。但是你说，这个出现那个反转一笔的概率如果大的话，或者说你的个人预期比较大的话，那么你这里可以先进一点仓位，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你分配一点仓位，然后那个上去了，我再减掉，或者说你以5829作为你的止损点，对吧？打掉5829，你就止损出来，也可以把这个止损点放在这个黄金分割上。放在黄金分割上的话，稍微有点远，你就放在它下面一点点，放10个点左右吧。比如说这个，我这个点位是5829，你就放在5800，对吧？如果说跌破了5800，你就止损，因为这样的话，它可能要延伸到这个5337去了。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位置想进场做多的话，那你就可以把止损点放在5800附近，以5800作为防守位，对吧？这样的话，你就我们任何一个位置进场都有可能亏损，对吧？都有可能是一个，它是一个下跌延续没结束，然后你就进了。任何一个位置都可能，没有100%的一个，无风险的一个进出的，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进场的这个仓位，这个是你能控的呀。买多少是你能控的呀，用不用杠杆是你能控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你控制好你能控的，那么那个之后就交给市场就好了。它继续往上走，你盈利了赚钱了就可以减一减。它下来了，把这个位置又打掉了，你就止损嘛。你可控的那个损失啊，从5829到5800的话，就30个，对吧？所以说那个损失是很小的，损失只要可控，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那么现在就看它这段下跌的一个延续性，6099到5829，看一下它的日线。那么6099到5829，日线上也是一笔，它两个重合了，日线上也是一笔，但是它这个次级别的话是有结构的，带中枢，然后又是这个非常这个宽幅的一个震荡，对吧？现在日线上也是一笔，但是它如果说用这个1小时的话，这个周期这个递归的话也递归不上来，就是说你用1小时的这个周期啊，递归到周线上的话是递归不上去的，所以说可能是1小时这个周期还没有完，现在就大概率没有完。为什么说没有完呢？因为啊，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这个周期的结构，在1小时上或者是在60分钟上，上面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是进入段尝试离开，然后又被拉回来了，这个微转还是非常非常牛的。
那么拉回来之后又尝试离开，而且打掉了前面这个低点，对吧？打掉低点之后又尝试反弹，因为它这个内部已经非常的饱满了，出现了一个就是周五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周五这个大幅反弹，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力度。周五这个反弹现在是到了0.5了，刚好是弹到了0.5，然后周五在收盘之前又给到了一个顶分型，对吧？那么就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成为有效的一个顶分型，然后出现回撤一笔。因为这个顶分型如果出现的话，或者说这个位置如果说那个到这里就结束的话，相当于上面这个中枢的3脉，这就是一个3脉，然后等待再次回来一笔。那回来一笔可以是一个弱的回撤，对吧？不能够跌破前面这个5829，跌不破的话可以再弹一次，可以再次下来，可以这样下来。这上面就是一个反向的大 A， 这里走的是一个反向大 B， 对吧？以这种结构结束整个的6099的一个下跌。所以说我为什么说6099下跌没结束呢？有可能。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跌破这个低点，跌破5829这个低点，跌破5829的话就会容易出现盘整背驰。出现盘整背驰之后，可以这样再反一次，然后再下来也可以，对吧？就看它怎么构造，现在就看它怎么构造这个反向的这个大 B 模型是这样的，对吧？现在是大 A 有了，现在大 B 还没有，这个现在还没有，看它怎么构造，这是往下走。还有一种呢就更强了，回来没有跌破这个位置，然后快速往上走，然后这是3，然后前面这是第一段，跟第3段比较的话，没有背驰，还可以有4和5，那就直接走反向也可以，对吧？那这种的话，我们是容易发现它的，尤其是在第3段快速拉升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辨识出来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可以从这里断开，对吧？以5829断开，然后它可以走反向，这也是往上走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些情况无论怎么走，我们都能辨识出来，都能在当下抓到它。那么首先就要有顶底分型，对吧？现在已经有这个潜在的这个3脉这个位置已经出现顶分型了，那么你在周五的时候减仓是没有问题的。它继续往上涨一涨，可能再往上冲到这个5965，甚至是往上冲到120均线也可以，对吧？120均和200均都在这个6000附近，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冲到这2个均线附近再下来也可以的。所以说，那就一段一段吃就好了。那么往上走。如果说能够往上继续生长的话，那就再次突破6099。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同级别分解，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对吧？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两中枢出现了一个扩张，然后看了呢继续打离开。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做盘中的解盘的时候说过，从4103上来。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现在这里是已经有潜在的第3个中枢了。那么第2和3是有接触的，说明这2个中枢扩张，然后看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走一个离开，因为前面都变成进入段了，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往上选的一种情况，对吧？它也可以是直接打一个高点之后直接结束走反向，也可以的，对吧？因为构成中枢是必须的这个结构，这是走势必完美告诉我们的。构成中枢的结构是必须有的，但是呢，它可以直接一个跳空缺口，然后构成反向中枢也可以的。所以说进入段跟离开段不需要有，只需要有中枢结构就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可能往上走，也可能往下来，但是怎么走都有它的关键点位，对吧？这些高低点都是我们来分析，往上或往下可能性的它的必经之路，它的必经之路。还有这些中枢的这个上沿下沿，对吧？都是它的必经之路。这些位置都是给到我们一个提示的，到了哪些位置，代表多空强弱不同的意义，对吧？你超过了6099，我们就要看这个上涨的力度够不够强，不够强是不是有背驰了？然后往下跌的时候，如果说跌破了这些点位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个位置是不是跌破它要走反向了？那我们就开始观察。那么反弹的力度如果不够强的话，那可以走反向，对吧？所以说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等待，每一个高低点都是我们来分析它往哪个方向发展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位。好的，那么就是针对这个指数，那么再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在，因为现在还在交易嘛，在周末还在交易。那么现在这个反弹从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吧。首先在这个月线上，
下面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里有第二个大中枢，这两个都是月中枢。月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了，那么这个月中枢升级了。为什么说比特币好多人看10万啊、50万、不是看10万已经到了，现在看50万、100万呢？因为这里完全是可以是一个大底呀。看月线的话，这里完全是可以一个大底，然后再往上生长，在这里再做出来第二个大中枢来，这是大 B， 前面是大 A， 那到现在是10万嘛，到20万、50万是有可能的，是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你不能够否认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对吧？所以说，通过大周期来看的话，比特币还是很有这个发展基础的。那么下面它现在走什么呢？现在是走这个第二个中枢的离开，或者说走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离开。那么现在模型是这样，比如说这是第一个中枢，它如果走离开的话，就有可能在走小 B 段哦。小 B 段往往都是单边段，清楚吗？小 B 段往往都是单边段，那么也就是力度最强那一段。所以说你一旦发现力度非常强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是在走单边。就是这种力度非常强的时候，它是很容易走单边的，那么就很容易是小 B 段。如果说你发现它这段离开的时候非常弱，内部是结构非常饱满，那么它很容易被拉回来，对吧？这是我们来判断这个这段能不能够成为离开段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围绕中枢震荡，还是要能够脱离中枢，就是看它的次级别，甚至是它的次子级别的一个力度，对吧？所以说这里是潜在的是要走一个小 B 段的，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单边段。那么如果说这个单边段能够成型的话，那么这个力度是非常强的。现在从49000这里的话，这个1、2、3、4、5反弹已经够比了，起码反弹也是已经够比了。如果说这个离开力度不够强，也可以被再拉回来的。但是现在看，你看 MACD 表达的非常非常强，快卖线张口张的非常大，柱子的长度也没有明显的缩短，对吧？所以现在还大周期上一看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不要轻易去做空比特币。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比特币的话，你就买那个 ETF 就好了嘛，对吧？你也不要去玩合约，那个合约那个震荡的那波幅，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它又带杠杆的，很容易爆仓，很容易爆仓。你如果说没有那个精力的话，长期看好，就拿着 ETF 就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标的拿着，对吧？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从49000到108。那么次级别周线上也是一笔，这里是出现过回撤，但是不够比，这是起涨点，对吧？这还是一笔，看一下日线，这就是我们之前在盘中解盘时候跟大家一直跟的，为什么跟这个49000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它是月线上那个离开段啊，对吧？这日线上一个中枢现在已经构建了第二个中枢了，就是大 A 大 B， 模型都一样，发现没有？模型都一样，都这点玩意儿，都是这点玩意儿。那么现在这第二个中枢已经出来了。那么912171这个位置，我之前在应该是周二还是上周的一个解盘，跟大家分析过怎么抓这个位置，对吧？能抓到这个拐点的位置很不难抓，因为一直在等它呢，等的就是它，然后给到了。所以说学会了缠论之后，你想抓拐点的话是不难的，因为缠论就是一个最好的抓拐点的这么一个套理论，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形成了中枢了，那么看这个中枢能不能够突破这个99860，因为这是中枢的上沿嘛，你只有突破它，因为现在又是在零轴附近，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如果说能够力度非常强的打出去的话，那么有希望能够离开这个中枢。如果说脱离力度不够强，那可能就是在这个中枢这儿震，因为现在都在等这个美联储不是美联储啊。特朗普1月20号上台之后的一些这个政策能不能够出台？是不是真的要建立什么国家战略啦？就是战略储备这些东西，只有这些国家或者说这些大公司，现在有好多公司，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那个这个微软公司好像也要拿出一些他们这个资金来配置比特币，但是我具体新闻我忘了是哪天看到了，但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因为如果说这些大公司都要配置比特币的话，那么比特币空间上面就大了去了，对吧？所以说它主要还是靠这些大公司、大鳄、大机构买才能，我们小散户那点钱能买多少啊？对不对？那么这是针对比特币。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VIX，因为其他的那个票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今天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就主要看一下这个，就看这三个今天。那么 VIX 的话，现在是周五的话，因为周五美股又是一个大涨，它现在被砸下来了，对吧？现在又在这个120天和200天这个位置，还是在潜伏在这里吧，还是相当于一个不甘心的一个状态，对吧？不甘心一个状态，最好是能够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之后，然后压到0轴以下，这个 MACD 如果说能够压到0轴以下的话，那么对做多就是那个股票市场那边继续做多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向指标，相当于一个反向指标。那么现在是还没有完全下去，还没有完全下去。那么这个我们每天都要看一看。那么你可以通过它来，因为它是代表的市场一个波动性嘛，它的波动性它的那个涨跌幅越大，说明那个股票市场那边波动就越大。很多人可能要买对冲，会体现它这个或者机构买这些对冲的时候会体现在这个 VIX 上面。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这几个票了。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